中美国防部长会谈，魏凤和表示一切顺利，而美国媒体抱怨军力还在衰退，所以军人的腰杆可不是靠嘴皮子硬的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参加了香格里拉对话，期间呢，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了会谈。由于俄乌战争导致的后果以及波及范围现在并不明朗，所以全世界的眼睛都盯在中美关系上。如果中美关系越来越僵，甚至双方爆发冲突，那么就算不爆发世界大战，冲突也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国家正常发展被彻底打乱。所以这次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会谈分量可不轻。不过会谈结果呢，倒是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。原计划为30分钟的会谈，最终延长到了1小时。会谈结束之后呢，各国记者对走出会议室的魏凤和是围追堵截，追问谈得怎么样。魏凤和大声回答，谈得很坦诚积极，很顺利。新闻听多了，我们都很清楚这里边说话的规矩了，坦诚跟坦诚积极那真是两个意思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是 CNN 认为，会谈的重点部分是为两国关系设置了护栏。两位国防部长都强调了保持关系稳定的重要性，以确保世界两大强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会升级为冲突。华盛顿邮报分析称，双方仍然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，但是从会谈结果来看，中美竞争的烈度还降了几个档次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国军方事后的评论。美国五角大楼重点提到的是，奥斯汀提及了负责任管理竞争和维护开放沟通渠道的必要性。双方谈到了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，包括朝鲜问题、俄乌问题。而解放军发言人吴谦对这次谈话的评论好像更有深层次含义。他说，下一步双方将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商讨两军交流合作事宜。既然已经谈到了两军交流合作，明显是温度开始有点回暖了。不过这种缓和也仅仅是和前一段时间，或者说是和不乐观的预期相比。会谈最核心的问题是台湾问题，所以双方还是针锋相对。奥斯汀讲，美国承认北京代表中国，并且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，但是又说台湾的地位尚未解决。美国仍然反对旨在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，而魏凤和则是用平和的态度说了最直白的狠话，说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问题跟乌克兰问题关联在一起，试图把台湾分裂出去，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、不惜代价，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在这种对抗上，至少从语气态度上来看，中国往前踏了一步。敢对美国说狠话的国家说起来其实是不少的，但是除了中国，其他国家多数情况这个狠话也只能说说而已。中国可是实打实的。现在中美两国都能看到双方实力发生的变化，全球就中美两国是在高速增长，把其他国家甩在后面。而美国虽然在很多领域还能保持领先，但是中国是在一步一步地抹掉美军现有的军事优势。中国在武器装备相关技术方面的追赶，我们已经说了太多。现在美国担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武器装备不具有绝对优势，而是以后的发展动力够不够的问题。有几个因素我们回顾一下，首先是人的问题。美国现在军工企业的人力资源缺口是越来越大。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在报告中评估，到了2030年，美国工业体系人力资源缺口要达到210万。此外呢，由于中国的产品价格还有市场战略，五角大楼还不得不依靠中国这个竞争对手来维持它的供应链。尤其是美国军工系统中那些中高级技术人员流失之后，不是短时间能够恢复的。再者，美军感觉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应对中国的追赶。尽管2023财年美军的军费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，但是这个高度还是没有打赢通货膨胀的高度。按照美元购买力计算，2030年财年还需要再追加260亿美元才能追上2019年。美国媒体评论说，现在美国只有人的素质是胜于优势。仅就空勤飞行员而言，美国军队每年的飞行训练小时数平均是中国飞行员的2.5倍。我不知道这个媒体怎么算的，实际上根据美国人自己公布的数据，他们现在每人平均飞行小时数是100小时，主要通过模拟机飞行来降低训练成本，提高安全水平。而解放军飞行员除了飞模拟机，实际飞行小时数已经是平均每人200多小时。
那以后能在天上击落苏57、挑战歼20的美国空战王牌，是不是就只剩下一个汤姆克鲁斯？所以，过去美国在中国周边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形成战略遏制的，现在也只能以日本为依托，在第一岛链维持的也越来越吃力。奥斯汀在会谈上也特别希望得到魏凤和的一句话，就是对俄罗斯的战争，中国不支持。也许很多美国人对这个状态并不适应，我们很多网友呢对中国现在新的态势也需要一个时间去理解和适应。就是别看美国现在还积极地采取各种针对中国的动作，但是他们在西太平洋的收缩是个必然趋势。所以未来中美双方的网民都要习惯，中国国防部长说话以后还会更硬气。好，关于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会谈上的交锋，今天呢我们就回顾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明天再谈。